饰演期塔池已经官宣，那我们把想要角色布外玩到端服带动名上。本期视频就要给大家分析一波饰演料全角色的适配人群，目前想如何抽取优先级，让大家的原石都能花在刀刃上。希望大家能逮着3年一起冲上热门，拜托了，这是我一生的请求。现在上半角色池了2位强力主 C， 首先是饰演期全新角色枫丹雷神特洛琳德。特洛琳德的输出手法有点类似到期的家主大人，都是通过战绩启动改变输出模式的同时赋予自身元素附魔能力。3人中，特洛琳德不仅能用战绩掏出双枪，对前方目标展开一轮华丽的圣枪洗礼，大招更是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把迅雷不及掩耳这句话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只能说不愧是枫丹的决斗代言人，觉得帅的小伙伴请把帅打动名上吧。并且他和仆人一样，都拥有特殊的生命之气机制，但相比仆人，特洛琳德战绩接着提供自回血，同时还拥有极强的爆发位移能力，在生存面上显然会更胜一筹。同时，特洛琳德的天赋和龙王类似，能从各种雷反应中获得极高的雷伤收益，这也必将独立他进入斗和雷元素相关的反应队。接着他自身优秀的动击速度和触发频率，可以说非常适合在计划题中打洞。总体来看，特洛琳德定位适宜的战绩启动，短轴爆发相当灵活的雷反应主 C。同时，作为枫丹版本后期的新角色，特洛琳德不仅和仆人一样自带新机制，而且同样能吃到斜率套的巨额增伤收益，上海下限可以说绝对有所保证。不过，特洛琳德和龙王一样，主打直线伤害，却没有水龙王那样的转头大法，对决能力上显然会受到一定限制。此外，特洛琳德作为远程角色，非常需要探索段，在刀妖环境下能否打满理论输出，这点还有待考证。当然，拆版腾现在就可以囤原石了，毕竟这么帅的战绩和大招，有谁不爱呢？所以想在饰演期版本登期后立马迎娶特洛琳德的小伙伴，请投出你们的一吧。然后是老牌反应大 C 海德，作为曾经的强力平民战神，海德灵命即是完全体，在超体系中兼具稳定出伤和短轴爆发，无论是作为草夺驾驶员还是带双雷打激化，其表现都非常出色。虽然在当前版本，海德单论自身伤害已经难以比拟龙王、仆人等深渊星队，但套着超体系极为优秀的伤害下限与触发模式，依然能稳坐第1梯队。而且艾海神也是目前最不吃队友和专武的主 C， 凭借着灵活的位移能力和操作手感，搭配草神双金结合制霸深渊，所以上半站为主 C， 你到底抽哪一个呢？再来看下半塔池的2位辅助角色，首先是咱们熟悉的大明星弗伊娜女士。作为目前数值最高的增伤辅助，弗伊娜凭借着 86.9% 的傲然成绩，稳居深渊登场率第1的宝座，并且在负吸领域，服务的伤害也丝毫不输夜来黄鱼的老牌负吸。再配合这手超长持续无缝衔接的渡海能力，直接让你的大世界体验稳上一个台阶。同时，服务的1、2命也是目前最值得入手的辅助命座，可以大幅提高服务的启动能力和增伤下限。可以说2+0的服就是目前的泛用版本答案，无论塞进几乎任何体系都能获得极大总伤提升。但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是，枫丹后期推出的主题角色在配对上都不当惜弗伊娜，不过相信也还是阻挡不了那些当探完空服2创铁了心要拿下服的小伙伴吧。所以饰演期大家还会抽水神吗？最后是枫丹小龙女西德文，作为太傅以来的第4位限定5星奶妈，西德文的机制非常特殊，她不仅是首位围绕生命之气设计的服务角色，同时还拥有刀队的群体治疗和战绩增伤能力，再加上自身又是的水属性，可以说是100%适配咱们的水神弗伊娜了。更离谱的是，西德文还能像深渊水法那样造出可以进入敌人的水炮，虽然这能力实战中比较鸡肋，但要是咱们得水法师破盾后再用西德文给他牢牢上套，那可真就要倒反天罡了。大奥跟龙王一样，是的可以持续输出的技能，吹出一大串七彩泡泡攻击敌人。总体来看，西德文和白族一样，主打一个省心安逸且高度适配版本主推体系。大家如果缺生存位的话，完全可以抽一只当女儿养。不过如果你已经有2个以上的5星生存位，那护士长的优先级则相对不高，把原石留给同期的水神或者备战即将到来的火头角色，或许才是更加经济的选择。以下是5家为各类玩家准备的抽取建议。对平玩家和前途党的抽取建议是：弗伊娜大于西德文，大于特洛琳德，大于艾海森。所以饰演期你当然抽谁呢？感谢大家3年多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！